们今天聊下半导体的 ETF SMH 啊，那最近2周呢，美股的走势非常强，基本上是买什么都赚钱的阶段，特别是半导体的板块。那 SMH 它从4月初的反弹到现在，已经上涨了接近于40%了。那如果说你买的是3倍的 ETF，就是 XOXL 的话，那涨幅更加是超过200%了，翻了2倍还要多。那我们之前聊过，就怎么样识别市场的反弹。然后呢，我也在4月初的时候出了视频，跟大家说市场出现了反转的迹象。当时特别提到了半导体的板块比较强势。那如果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光是 SMH 吧，它就有超过20%的涨幅了。那目前这个节点呢，我们反而就是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了，就是涨了那么多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之前的视频我也看到有些朋友留言了，说我 SMH 拿了好多年了，收益非常好，为什么不能常拿呢？那这个说法是没有错，但是呢，其实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常拿是不是很合适？那我们来看过去10年的数据，那我们从过去10年来看呢， SMH 它的平均每年的收益率是31%，那标普500 SPY 呢，它的收益率是14.06%， QQQ 的收益率年平均收益率是18.97%。这么对比之下，就发觉哇 ，SMH 的长期回报率差不多是标普500的2倍了。那如果说你是10年前买了 SMH 的话呢，到现在它涨了2000多，是翻了20倍，听起来好诱人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其中，你还是要经历好几次的腰斩。这个呢是宽基指数和行业指数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宽基指数呢，就像做是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标普500指数，代表的是美国整体的经济或者说是它的国运吧。它有非常完善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不好的公司会被踢出去，好的公司呢会被放进来。长期来看呢，只要说你相信这些大公司的科技发展整体的业务水平，那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拿它个10年20年。那行业指数呢，我们有很多行业，像是半导体、软件、汽车制造、银行、消费电子等等的，他们呢是有周期性的。像是以半导体为例吧，那过去的10年它是受益于整个科技的快速的增长，特别是 AI 的爆发，那它有非常强的周期属性。一旦行业进入了上行周期的时候，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是等到行业进入到下行周期的时候，它的回撤也会远远的大于大盘。我们就用最近的2次的市场回撤来举例。22年的熊市的时候 ，SMH 它的回撤是50%，那同时期呢，标普500的回撤是33%。24年这波只能算是回调 ，SMH 它回撤了40%，同时期的时候，标普500的回撤大概是25%。也就是说，每次市场出现回撤风险的时候呢，即便是在上升周期当中，行业的指数像是 SMH， 它的跌幅差不多是大盘的1.5倍到2倍。那我们回到 SMH 适不适合常拿这个问题呢，就是得分开来考虑。如果说你已经是有大量浮盈的长期仓位，比如说你2年前就买了，现在已经翻倍了，那这个时候心态就不一样啦。即便说你遇到了40-50%的回撤，你的本金其实还是安全的，账面上面还是有盈利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分析说，行业的趋势没有变， AI 对芯片的需求也是没有变的，那我们就继续拿着，然后等它整理过后，就是进入下一轮的上涨。那这种形态上面呢，你长期持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是整个行业还是向上的，它没有进入到下行周期。但是对于刚刚入场的新手，或者说是浮盈还不多的仓位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更加谨慎一些了。其实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吧，有时候是真的是看到好机会，很想和你分享。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更害怕是因为信息不完整而亏钱。希望大家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赚到长期的利润。那我们以这个半导体指数作为例子的话，如果说你在
SMH500块钱的位置，你就重仓买它，结果呢，它回调个20%，跌到400左右的，那账面的亏损就是20%呢，听上去好像不是很多，但是这20%是你实际投入的本金，那如果说你投个10万，那差不多就2万就没有了，这些钱都是辛辛苦赚来的，是吧？这个时候大家通常新手的话会有2个反应，要不呢就是直接扛不住就割肉卖掉了，就卖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越跌越买，然后越套越多，2种情况都很难受了。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呢，你也不能说判断这次回撤它是短期的整理，还是说真的说是行业进入到一个比较中期的回调。就像24年的时候这个一个中期回调一样，看上去其实它的幅度也不是很大，然后也没有跌破200天线，但是这个40%的回调，而且时间跨度又是有半年的时间，很多人是熬不住的，特别是第二腿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卖在了最低点附近，然后等它反弹的时候又不敢追，最后买在一个相对于高的位置呢？所以行业指数是不是要长拿呢？它其实是有隐藏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浮盈作为缓冲，就是你在大回撤里面，你可以保证说，我还是账户是盈利的，这个时候心态就会比较稳一些。第二呢，就是对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在行业的调整周期的时候，你可以判断，它是一个中度的回调，还是说整个行业要进入到一个深度回撤的过程当中。那如果深度回撤的话，你可能就得先出来，即便你有很大的盈利。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有足够的现金流，保证这笔钱在这个行业调整周期当中，你是不会说因为需要用钱你不得不卖掉或者说这笔钱可能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这个都不适合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的。这3个条件呢，其实缺一不可。那当3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呢，就有长期持有的这个基础了，而不是说你看它最近涨得很好，涨了40%，大家都赚钱了，然后你再冲进去，这个时候呢就会比较危险。又有点啰嗦了。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 SMH 接下来的走势啊。因为它是一只 ETF 嘛，所以说我们还是主要看一下它里面持仓个股的表现，才能决定它的走势嘛。我们很快看一下它权重比较大的几只个股，像是英伟达、台积电，然后 AMD、英特尔还有 MU。英伟达是 SMH 里面权重最大的，占比17%，那目前走势非常稳健，放量上涨接近于历史新高，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态势。台积电从日线上面来看，周五出现了一个放量跳空的突破新高的走势，这个在技术分析上面是非常强势的信号，说明资金在积极的进场，买盘也非常稳定。英特尔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周四盘后的时候它出了财报，然后周五早上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跳空上涨，整体涨幅是23%吧。周线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目前的涨幅已经是一个看一下有翻倍了，这一波上涨它直接翻倍了。可能近期的话会有一个调整，但是整体的话形势是向上的，是市场当中非常强劲的一只股。MU 美光科技存储板块走势也挺健康的，周五的时候也突破新高了。虽然说目前的涨幅没有之前那么快，毕竟之前存储板块大部分个股都有10倍以上的上涨了。那目前的话，因为它整个行业的需求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它整体的趋势还是向上的。那整体看下来 SMH 里面的个股的话走势都不错，那这些个股的上涨就会推动 SMH 这只 ETF 继续往上冲一下。当然了，因为接下来是财报季，而且这些个股的话都有几十甚至于翻倍的上涨了。那财报的时候最容易引起股价的波动，有些时候即便说你已经财报表现非常亮眼了，也会有 Sell to News 这种风险。所以接下来的话，特别是在这一段涨幅了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的话，股价会有一定的波动，大家可能需要做好准备。那怎么准备呢？那还是要分情况看啊。如果说你是在4月初就入场的话，不管是之前的做反弹，还是趋势反转之后入场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就持有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有不错的一个浮盈了。那即便之后会有小幅的整理，对你整体的收益影响也不大，而且你的成本比较低嘛，有足够的安全垫。
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入场，想要追进去的话呢，现在就有一个追高的风险了，现在风险收益比不是特别好。那 SMH 短期之内涨了40%的情况下面呢，你如果说这个时候还要进去的话，最好两种方法吧，一个就是小资金分批的定投，不要一次性全进去，你把资金分到3到5份，分批买入，这样子即便说你遇到整理的话，那你平均的成本呢也不会太高，或者说投了一半它就开始整理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等它整理好了，或者是整理的时候逢低买入都可以。或者呢，就耐心一点，然后等它回撤整理之后再入场。一般回撤整理，不管是10%或者说是15%的一个回调，等到它找到了支撑位了，然后反转了之后再入场，这样子风险收益比会更好一些。当然了，它什么时候整理我们也不知道，说不定它会再往上面冲一冲个20%，再整理也有可能。所以市场永远是风险和收益相辅相成的。那能不能设止损来减少风险呢？理论上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在这个跳空缺口整数位，就是500，跳空缺口的话是494这个位置，你说我设置一个止损线，是可以，但是呢性价比不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路上来其实已经出现好几个跳空缺口了，而且在这么大个涨幅之后，它一旦出现整理，很有可能会出现洗盘，也就是它一下子砸下500，然后快速的上去，来来回回个几次，那你设置在这边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洗掉。大家都知道，这一轮市场上涨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意这边和谈，市场预期是中东的局势得到缓和了。但是如果我们追踪新闻的话，可以发现其实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那美国刚刚完成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东的航母集结，3艘航母同时在中东地区部署了。这个呢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边在谈判，一边这种规模的军事部署是同时进行的。本身就说明局势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的，那谈判随时可能出现变数，市场情绪也会跟着一起逆转，再顺势引发一个回调整理都有可能。市场情绪转换的话，都不需要基本面出问题，一个坏消息就够了。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目前美股涨了挺多的，像是 SMH 短期之内已经涨了超过40%了。那这个时候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整理，这个是正常的。长期来看呢，半导体的趋势还是向上的，但是呢，行业类的 ETF 波动肯定要比大盘要大。那如果说已经有比较大盈利的仓位的话，可以继续拿着，但是新资金呢就不要大额的追进去。如果想要就是参与的话，要不就是小资金分批的进入，或者更安全的就是等它回调之后再进入会更好一些。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喜欢我视频的话可以点赞关注一下，后期如果市场有变动我也会出视频提醒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